什么你学了那么多日语的单词和语法，可是只要你一开口，你的日语就是很怪，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日本人那么自然？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你不够努力或者不够聪明的问题，而是我们传统的语言教学方式它本身就有漏洞呢？那我们作为语言的学习者，又该怎样去填补这个漏洞呢？大家好，我是平怡。如果你想要认真的学好日语，欢迎关注订阅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在从事日语教学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传统语言教学方式的一个硬伤。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在学习英语的时候，课本上是不是都会有类似于像 This is a pen 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很好的教会了你正确的语法和单词，可是你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在我们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有机会让你用到 This is a pen 这句句子吗？当然啦，你硬是要跟我杠，说你天天跟视力障碍者打交道，又或者你跟我说你的工作就是婴幼儿语言教学，哪怕你跟我说你天天要跟外星人对话，那我也没话可说。我这里想讲的呢，就是指一般情况下的日常对话。这个呢，放在日语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これはペンです。这句教科书上100%正确的话，你却很难想象它会出现在怎样的日常生活情景当中。就算我们硬是给它假设一个场景出来比如你买了一支外形非常奇特，一眼根本看不出来的笔，然后呢，你的朋友就非常好奇地凑过来问，これは何ですか？这是什么呀？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日语的母语者，他可能会很自然地跟你说，これね、実はペンなんですよ。这其实是一支笔哦。但是如果作为一个认真学习教科书的日语学习者来说，他的回答大概率就可能是これはペンです。那这呢，就回到了我这个视频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问题。这句话无论是从单词还是语法上来讲都没有任何的错误，可是出现在对话里面，它就是非常的生硬，非常的不自然。或者换句话来说，它不是日本人会用的日语。因为日语呢是一门非常讲究场合和身份的语言。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比如你是不是在课本上学到过动词的变形加上たい，就是想干嘛的意思。比如コーヒーを飲みたい，就是想喝咖啡的意思。然后你也知道用です就是敬体，一般和长辈或者上级说话的时候呢，就会用敬体。于是某天你在你们公司的茶水间里面碰到了你们的部长，你就很有礼貌地问他，部長、コーヒーを飲みたいですか？部长，您想喝咖啡吗？这个时候你自我感觉可好了，因为这句话非常体现出你有眼力劲儿，而且你也很确信这句话不管是单词还是语法都100%正确。你甚至还用上了 this 来表示礼貌和尊敬，那简直就是完美啊！但是现实却是相当残酷的。部長、コーヒーを飲みたいですか？这句话非常奇怪，非常不自然。在日本呢，你跟目上の人确认他想干什么的时候，一般呢是不会用什么什么たいですか这样的说法的，因為这種表達呢其實非常的不尊敬。那在这種情況下，日本人一般會怎麼說呢？比較自然的說法呢是部長、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すか？或者你可以说的更加尊敬一点，部長、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好了，说到这里，认真学习的你是不是就有一股想要手撕教科书的冲动了？别急，你先冷静一下听我说。传统的日语教学呢，教的是日语的底子，它就好比是造房子，它负责呢把钢筋水泥这一部分搭好，保证给你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牢固的毛坯房。虽然它有它的弊端因为没有内装的毛坯房，你是没有办法舒适的居住的，对吧？但是我们反过来想，如果你没有一个既安全又牢固的毛坯房，光有那些花里胡哨的内装，这个迟早也是要塌房的。所以呢，对于想要完全掌握日语的学习者来说，像标准日语みんなの日本語之类的基础教材呢，还是很有必要一步一个脚印好好去学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日语教学的理念本身呢，它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
在过去啊，日本社会对于外国人的日语水平的评判标准，它是看你记住了多少日语单词，会多少语法种类。它的重点啊是日本語を学ぶ，学习日语。而近年来呢，日本文化厅啊，它更提倡的是日本語を使って何がどのようにできるか，或者说単に言葉や文法を覚えるだけでなく、実際にどの場面で何ができるか。并不是把学习日语本身作为目标，而是你能够使用日语在什么样的场合做到什么样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日语的学习观也从知识获得型渐渐转变成问题解决和任务执行型。那知道了这么多大道理之后呢，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实际操作的呢？我这里给大家3个小建议。第一个呢，是配合标准日语啊、みんなの日本語这样的主要教材之外，你可以再去多看一些重视功能性和场合性的辅助教材，比如啊、丸ごと日本の言葉と文化。这套教材呢，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开发的，它非常强调文化理解和真实语境，书里啊配有大量的实景照片。他教的呢，就是在那个场合下，日本人真实会怎么说，而不是语法上怎么拼。也可以看一下类似于像彩り生活の日本語这样的教材，它的核心呢是生存日语，每一个单元都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在市政府办事啊，在公司请假啊，或者跟邻居打招呼啊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市面上还有许多根据大家不同需求所开发出来的不同教材和书籍，比如商务日语啊、旅行日语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多去探索一下。那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多去看一点日语的影视剧作品。这个话题呢，在我之前讲如何提高日语听力这一期视频里面呢，也提到过，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回看一下。在选择日语影视剧作品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尽量去选择一些更接近于真实生活的作品，而不是那些特别夸张、热血，甚至是玄幻的题材。否则啊，你要是被带偏了，正确的日语还没有学会，离谱的日语你张口就来，这就糟糕了，对吧？那我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部前几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部日剧，叫《団地の二人》。它讲的都是日本社区生活的日常故事。我个人呢是觉得，对于日语初学者或者刚刚来日本生活的人来说，会比较有帮助。剧中的2位女主角之间的那种既有距离感又充满温情的对话，那就是最好的功能性日语教材了。那最后一个建议呢，当然就是多来看看平宜的视频啦。我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分享一些教科书上不会教你，但是在日常生活或者职场中又非常重要的日语知识点，希望多多少少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好啦，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